在纳粹德国还在进攻波兰的时候，希特勒就下达了进攻法国的命令，计划是击溃法国，迫使英国投降，确立德国在欧洲的霸主地位。他没想到，全世界也都没想到，法国投得那么快。如果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求观众老爷们点一个小小的赞，这就开始我们本期视频。德国和苏联瓜分完了波兰，早已对德国宣战的英法还是按兵不动，他们依然认为希特勒不敢向西进攻，会去攻打苏联，这是对他们最好的结果。但这次他们打错算盘了，法国对驻守在莱茵河另外一畔的德军集结就当作没看到，而德国利用这宝贵的时间休整生产军事装备，攻打西欧的行动代号为镰刀闪击，由曼施坦因提出。艾里希·冯·曼施坦因出身贵族，他的祖父、父亲、舅父、伯父都是将军。伯父保罗·冯·兴登堡后来还是陆军元帅加德国总统。一战时期初露锋芒，1935年进入德国陆军总参谋部，次年晋升为少将，开始接触陆军高层决议。希特勒起初把西进日期定在11月12号，因为天气和部分将领反对，再三推迟，最后定在了1940年1月17号。但在行动1周前发生了意外，空军的联络官乘坐的飞机误入比利时，被迫降落。他身上带着全套的进攻西欧计划，很有可能被比利时人拿下。听到消息的空军司令戈林大怒，而希特勒则显得十分冷静。如果计划泄露的话，那就提前行动。在此期间，他想到了前2天看到过的曼施坦因计划，很快把曼施坦因叫了过去。曼施坦因严谨的计划和口才让希特勒相信曼施坦因计划是西进的最优解，其他都是备案。曼施坦因的计划是出奇制胜，快速行动，把大军的主攻方向改到阿登高地，给法军一个惊喜，利用坦克部队通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抵达色当，突破当地的部分马奇诺防线，直插大西洋，将法国分割。总兵力为136个师，2439辆坦克，3700架飞机加600架运输机，分为3个集团军。起初他的计划被陆军司令和总参谋长拒绝，之后多方转折才让希特勒看到了，多亏了误入比利时的飞机，希特勒才会想到这个计划。在经过几次论证和演练，曼施坦因的计划得到确认。1940年5月10号清晨，德国空军开始偷袭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的军用机场和交通运输枢纽。随后，德国陆军开始行动。不久后，负责佯攻的 B 集团军利用空降兵和装甲部队在比利时、荷兰打开局面。英法误判是德军主力，联军主力立刻支援比利时。此时 C 集团军正在法奇诺防线和法军打得火热，拖住了南线的法军。A 集团军在卢森堡和比利时的阿登山区实施强攻，在头部作战的是古德里安。一天，卢森堡就投降了。12号下午，古德里安的3个装甲师顺利穿过阿登山脉1100米长的峡谷，行进至马斯河北岸。13号就通过了马斯河，直插法国心脏。这个时候，英法联军才明白，德国没有重现一战时的把戏，自己派往比利时的联军已经被德军全灭。次日下午，英法联军派出空军阻挡马斯河的德军前行，双方飞机在马斯河上空打得昏天黑地，准备充分的德军大获全胜，英军从本土派来的飞机损失了 60%。 同一天， B 集团军开始进攻荷兰鹿特丹，荷兰很快就投降了，那是真的打不过。5月15号凌晨，法国高层在得到德军在马斯河长驱直入的消息后，随即准备向图尔撤退。当时的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向在5天前接替张伯伦的丘吉尔发出求救电报，为了稳住法国，丘吉尔从伦敦飞往巴黎。丘吉尔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写道，在他和雷诺见面的时候就意识到这次真的是问题大了。丘吉尔还询问雷诺是否还有后手的时候，雷诺回答没有。在法国高层撤离的同时，雷诺把贝当将军和魏刚将军这2位一战英雄召回了巴黎，希望他们能够为法国带来些好运。不幸的是，这2位将军不但没有给法国带来好运，还把法国带向了。与此同时，德军从未停下脚步，古德里安的军队在渡过马斯河之后全速向西前进。在路上，古德里安的军队看到了不少溃败的法国士兵，不过他已经没有时间去俘虏他们了，他依然在赶时间。德军统帅部曾经2次命令古德里安暂停他那鲁莽的行动，不过都被古德里安拒绝。
甚至曾经用辞职来威胁。时间来到5月20号，古德里安在阿贝维尔附近赶到英吉利海峡，开始向北面推进，切断英法联军后路。此时的德国 A 集团军已经切断了英法联军向南的后路，北面的 B 集团军已经攻占荷兰、比利时东部，英法联军的主力已经被德军包围。此时联军的后路只剩敦刻尔克在内的几个港口。此时的英法联军人心惶惶，刚刚接手法军总司令的魏刚将军对前线战事是一无所知，加上他的战争思想还停留在一战时期，他的一番操作让法军变得更加混乱。时间来到5月24号，古德里安的装甲军距离敦刻尔克只剩20千米，莱因哈特马上赶到敦刻尔特，100万英法联军马上成为德军的俘虏。在这个时候，变故来了，希特勒下令暂停行动。这件事儿到现在仍是未解之谜。通常呢，有以下3种解释：一是希特勒放走这些英国远征军的话，能更好地促使英国投降，如果对英军下手的话，将激起英国反抗的决心；二是担心自己的坦克部队陷入敦刻尔克外围的沼泽，进而受到攻击；三是空军元帅向希特勒保证，用空军就能消灭敦刻尔克的英法联军。26号，德军接到命令继续前进。同一天晚上6点57分，英国下令开始执行发电机行动，这就是2战有名的敦刻尔克大撤退。本来计划撤退的3个港口只剩下了敦刻尔克，晚上首批1312人撤回到英国，撤退一直持续到6月4号，一共撤走了33.8万人，他们成为日后反攻的重要力量。此时的德军还在继续攻打法国、比利时，在索姆河、艾纳河构成的卫刚防线和马奇诺防线连在一起，试图阻挡德军的步伐。为此，德军统帅部新制定了对法国的第2阶段计划，代号为红色方案。6月3号，德国空军发起袭击。5号，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渡过索姆河。8号，杀到塞纳河。10号，又向北面杀了过去，阻断了溃败法军的退路。这些部队在12号被迫投降。意大利也在这天向法国宣战。古德里安方面则是更加顺利，溃败的法军俘虏失魂落魄地把枪扔给德军。在后面10天的狂奔里，俘虏法军25万以上，法军已经全线溃败，政府已经撤出巴黎，雷诺辞职，贝当出任总理，向德国求和。这是权衡利弊下对法国政府的最优解。在1战后，作为战胜国的法国过得还不如战败国德国。英美为了所谓欧洲大陆平衡落井下石，让法国心都碎了。因为国内经济不行，国内都快举红旗了，德国人来法国还是法国，红旗举起来的话，贝当政府估计就只能当路灯挂件了，法国也被推向了。好在一个不被看好的准将将带领法国离开这深渊，法兰西第5共和国的创建者夏尔·戴高乐。那么大家对这些有什么看法呢？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留言。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想了解更多记得点个关注，下期视频我们不见不散。